耶，我是伊利，好久不見，我終於要來拍伊利泰了。現在網絡上時下的年輕人已經不再說，你吃的食物好詭異哦。我們說，請帶着你的廚餘滾出地球，或者是我不覺得這些是符合社會共識的吃法。我就在網絡上找到了7種被大家拿出來說便利商店非常奇葩的吃法。首先第一款是我覺得裡面看起來最能想象它的味道，就是應該是 OK 還可以存在在地球的玉米濃湯加上一枚小泡芙，它這個概念應該就是像是酥皮濃湯，所以應該是合理的。這其實看起來一點都不恐怖，我說實在的，我先單喝這個玉米湯好了，萬一是他的鍋的話，至少還可以找到一個人罵。還可以啊，就是那個沖泡式的玉米湯味，加上一枚小泡芙。它外面餅皮沒什麼味道，所以很像沾上口吹餅乾啊，或者是一般的歐式餅乾。但是為什麼會覺得這樣吃是好吃的啊？泡芙的皮整個化開消失不見的時候，它裡面那個非常濃甜的牛奶餡炸出來了。它不是玉米濃湯加牛奶，它是玉米濃湯加糖，所以你口中就只剩甜味。滾出地球！今天要去哪裡啊？隨便騎啊。上車。出發。你看那小巨蛋好舊哦。感覺看比賽很曬，沒什麼德比。好臭。你放屁哦。旁邊是氣還是大便臭？今天就屁股很痛又沒有騎多遠，而且這邊都沒有停車格啊。那裡不是有立體停車場嗎？真的。好臭哦！天哪，我的頭髮也好油好塌哦。想要洗頭，好想洗頭！好涼哦！這款髮根強化蓬鬆淨涼洗髮精是台塑生醫 Doctor's Formula 跟長庚專業團隊研發的，專為台灣的高溫悶熱的天氣打造，尤其超適合機車族。只要洗一洗，薄荷的淨涼感受馬上出來了。主打的 PCCD 髮根活化因子，就算是軟趴趴的力的髮根也能蓬鬆起來，沒有矽靈，也沒有 Parabens 這些添加成分，用起来比較安心。不同的頭皮問題需求都能在台塑生醫 Doctor's Formula 找到適合自己的洗髮精，各大藥妝店、量販店、Momo 還有台塑生醫官方商城都買得到哦。還要去哪裡？接下来下一款應該是喜歡健身的朋友，或者是想要攝取很多蛋白質的朋友。因為呢，它用豆腐再加上超能蛋白巧克力口味，加起來就有25.6克的蛋白質。我個人感覺這個吃法應該也 OK， 因為畢竟它就像是巧克力牛奶加上豆花吧。跟一些沒有喝過這個超能蛋白可可口味的人說明一下它大概的味道，它就是像是巧克力牛奶，但是少了牛奶的奶味，加了一些大豆蛋白這樣子。我個人其實蠻喜歡喝這種產品的，感覺好像可以喝甜甜的，又可以補充蛋白質，好像很健康一樣。但殊不知我根本沒在運動。不能說它是難吃的，但我絕對不會說它是好吃的。我只能說會這樣子搭配，可能是平常吃蛋白產品已經吃到膩了。我想換個變化好了，那我就這樣子搭配，這樣子
這個巧克力可可味跟豆腐的味道是完全截然不同分離的，完全不搭，沒有融合。然後反而豆腐的豆味更被強調了，他們就是2個人不適合在一起，所以更加放大對方的缺點。我覺得他們單獨吃都比較好吃一點。你可以不用滾出地球，但是你沒辦法存在在我的世界裡。接下來這個飲品，大家都知道的肥宅快樂水可口可樂，搭配一個非常在地台味的偷刀。我在幹嘛？噠噠啦啦啦，花生可樂。我在喝之前，我可能要先跟這一款飲品做個道歉。我隨便買的花生好像買錯了，我買成5香花生。或許網絡上說的應該是那種沒有味道的花生吧。我好像可以耶。我觉得可樂的味道很重，所以他把我刚剛覺得單吃那個5香花生的那個5香味道給覆蓋掉了。花生呢，外面就會有一點有氣泡啵啵啵啵的感覺，嚼一嚼了以後，吃到裡面的花生的香氣出來了，跟可樂的甜味有 match 到哦。來自海外的可樂跟來自台灣本土的5香花生，他們成為了好朋友，召喚喜歡喝肥宅快樂水的人來。嗨，林姐，你有認真看裡面是什麼嗎？不想喝了。我不知道誰是主角，有可能是可樂，有可能是花生，但是2個人其實不搭嘎。我覺得他們是朋友哎，我刚剛覺得他們是朋友哎。他們很快就會吵架了。還是我剛剛其他的吃完了以後，我把標準放低，那你再吃一下這個。布丁哦。對啊。它是豆腐。你好惡心！我这樣準備不能喝哎。接下來食物系列呢，有2個很受歡迎的朋友，一位叫做大亨堡。大亨堡大家通常裡面不是加熱狗或香腸嗎？我們這次沒有哦。首先呢，我們先把大亨堡切一半，放上適量的土豆麵筋。未吃先猜，應該口感不是很理想。因為麵包跟土豆麵筋都是屬於比較軟爛的東西。接下來下一位，大亨堡裡面加上香蕉，然後竟然還要加一個東西叫做天哪，加番茄醬会不會有點太惡？您的餐點來了。這是雙口味熱狗堡，口味 A 土豆麵筋堡，口味 B 大堡礁。我們就先從土豆麵筋堡開始吃，到底誰喜歡這樣子吃？很鹹那個味。想到這個土豆麵筋堡的朋友，一定本身可以單吃土豆麵筋。大亨堡的麵包皮吸附了土豆麵筋的那個汁液，就是很鹹。雖然沒有到說難以下咽，但如果你本身不是特別愛土豆麵筋，或者土豆麵筋你可能吃一個麵筋，你就可以配2口飯的人，你就會覺得這個非常的鹹。再來是大堡礁。不是番茄醬，它的大堡礁，它的做法是像是早餐店的吐司一樣，它是加上花生醬跟草莓醬。大堡礁番茄醬口味，你需要滾出地球，遠離太陽系。目前為止，我最能接受的還是花生可樂。下一個朋友，布丁。布丁呢，他也有2個朋友跟他搭配。第
第一個朋友是可能有些人本身就已經不吃的東西，皮蛋。我腦袋裡面有這個資料庫，布丁的有，皮蛋的有，但是加在一起會有什麼樣的化學反應，我真的想象不出來，我等一下吃才知道。要命哦！这看起來是能看的嗎？我個人是很喜歡吃皮蛋瘦肉粥，家裡其實偶爾也會自己用皮蛋豆腐，然後配粥吃，然後也是蠻喜歡吃布丁的。但是當兩個喜歡吃的食物綜合在一起的話，光聞這個味道。我好像到了菜市場附近的垃圾桶哎，五味雜陳，什麼味道都有了。太難吃了吧！這個東西皮蛋布丁，請滾出整個銀河系。這個的味道跟這個的口感不是平常可以吃到的，非常的神奇。這個食物到嘴巴裡頭，它會先有布丁的甜度，甜完了以後3秒鐘，臭度入侵了，直接去攻打你的味蕾。它直接那個皮蛋的最臭的那個深度的味道，充滿在你的嘴巴裡。皮蛋的那個臭蛋黃味，好像被布丁催化來了一樣，臭度放大了10倍。我現在嘴巴裡還是那個臭皮蛋的味道。你不想吃，也一定要請你的朋友吃吃看。我是被逼的。我來請我的好朋友吃，我觉得有人說不吃就會離婚。沒有，我沒有那麼誇張。我是說我想要請我的人生中最好的朋友吃上這一道異界料理。我是勸你不要用聞的。我先聞吧。你不聞怎麼吃？好，那你聞聞看。這個會肚子受傷吧？會損命吧？不會啊，布丁是好吃的。對啊，皮蛋是好吃的。有些東西，嘣，應該是。這就像化學嘛，有2個東西是无害，你加在一起它就是會爆炸。我覺得聞不準，你要吃才知道。不行，你不要，我不能聞嘞，不要做效果。我不是，我沒有做效果哎，不要做效果。你剛剛跟我做一模一樣的事情。要心理準備。天哪！我不是，我什么？对。我不行，对不起。天哪！笑死我了！怎麼會那麼惡心？它一定是化學發酵什麼之類的。這個不能吃，這絕對不能吃。你不覺得那個皮蛋的味道瞬間升華到一種核彈等級的臭度嗎？這個沒有，它多了一個很惡心的味道。啊，你以後不要再叫我，不准再這樣威脅我。啊，速戰速決了，要被皮蛋打敗了。好，布丁咖喱蹦，布丁咖喱飯，一口咖，一口飯。對不起，我覺得不辦拍在這裡的話，可能要先用一個前提，因為我如果全部都是分開吃的話，那布丁的涼度、那個冰度跟熱飯不是很搭，所以我決定先把布丁跟咖喱醬給攪拌起來了。我可以安心的攪拌，是因為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真的是合理的。再試一次。我覺得你本身會喜歡吃就是日式甜咖喱的，其實不會排斥這種吃法，而且它那個布丁的甜味，還有它那個蛋奶味，是會輔助這個咖喱飯讓它的味道更濃的，就很像是說你咖喱上面加一點點鮮奶或者 cheese 的那種概念，搭配起來是很平衡的。可能是因為我剛剛
經過那一切了以後，我對於廚餘料理放寬了很多。我覺得布丁巴黎可以吃，不難吃，但好像沒有必要，不會多花錢去再買一顆10幾塊的布丁放在這一個咖喱飯裡面。我等一下會把它吃完，我要先下結論了。它的結論。最推薦大家吃皮蛋布丁，一定要帶你的親朋好友跟你一起吃皮蛋布丁，非常的讚。什麼？对。你還有一些推薦的隱藏吃法的話，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。今天的一粒塔就這樣到此結束，記得按讚、訂閱1+1喲，1+1是最優質的好頻道。拜拜。